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个非常特别的案件，一个明明想当男人的大学生，却有5个男人逼他成为女人，可最后他不但没变成女人，还变成了比恶魔更可怕的男人。故事的主人公名为李一江，老家在中国的山东省，家里有2个哥哥。由于他父亲不幸患上了精神病，所以在李一江很小时便被托付给他北京的姑姑照看。在姑姑身边，李一江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在北京读完小学后，李一江被接到了新疆的昌吉市，随父母一起生活。原以为告别北京只是单纯的告别姑姑，告别大城市的繁华，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他告别的是天堂，而迎接他的则是地狱。由于父母是普通工人，所以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清苦。李一江父母的爱已经完全分给了他的2个哥哥。在他的印象中，他觉得在这个家里自己就好像是外人。其实在生下李一江之前，他的父母就特别想要个女孩，以后还能卖个好价钱，可不料又生了个儿子。逐渐的，父母喜欢把李一江当作女儿那样养，这使得幼小的李一江越来越沉默寡言。可他的这种孤独和沉默却总被邻居当作优点。你瞧瞧人家隔壁李一江，一天到晚都那么听话，哪像你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而更让李一江无法忍受的是，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病，所以在家里经常会无缘无故发疯，小到莫名其妙发脾气，大到砸东西和打人。李一江的2个哥哥也许习惯了挨打，一看到妈妈发脾气就跑得无影无踪，而年纪最小的李一江自然也就成为了他母亲的出气筒，经常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被拽过去一顿暴打。而内心无比委屈的李一江很想找到人诉说自己的遭遇，但是他身边除了酗酒的爸爸以及2个根本不跟他玩的哥哥之外，就只剩下陌生人，没有人会去关心这个10岁孩子的内心。以前在北京那个活泼开朗的李一江，如今已经变得抑郁寡欢。李一江期望能够从父亲那里得到精神支撑，但是工作的劳累、妻子的患病、家庭的困顿，让他父亲也患上了抑郁症，后来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。前脚被发病的母亲打完，后脚就被喝醉酒的父亲接着打。这种可怕的经历对于李一江来说，却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。而在新疆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里，李一江无时无刻都希望能够回到北京，回到那个和蔼的姑姑身边。几年之后，李一江来到了15岁，身形呢也越来越高大。可在帅气的外表之下，李一江却藏着一颗无比抑郁的心。每天放学之后，成为班长的他总是在学校里磨蹭到很晚才回家。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以校为家的好学生，实际上李一江是在躲避自己的父母，躲避那个可怕的黑洞。1994年12月的一个傍晚，新疆昌吉市下起了大雪，和往常一样，李一江在学校里待到天黑时才走出了校门。那天天气非常的寒冷，李一江无精打采地低着头走在路上，突然之间他撞到了前面一个人。对方呢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身材非常高大。有点不知所措的李一江就呆呆地看着对方，害怕自己会挨揍。看到李一江愣在那儿，这个有点醉意的男人就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是自己不小心。道歉之后，男子还主动伸手想扶起被撞倒在地的李一江。拉过李一江那双白白细细的手，这个男子仿佛像看到珍宝一样，摸了好久才放手。而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，男子就请李一江到前面下馆子。起初李一江有点纠结，但想着反正回家也是看父母的冷脸，还不如蹭下这个热心大叔的饭。在路边一家饭店坐下后，大叔就点了4个小菜，还有1瓶白酒。他先给自己的杯子倒满了酒，然后给李一江也倒了1杯。李一江推辞说自己不会喝酒，但是在大叔的盛情款待下，他还是喝了下去。2人在饭店里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。来新疆这么久，李一江的心情还是第一次这么舒畅。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大叔似乎比自己的亲哥哥还要亲。从饭店里出来后，还用大衣给自己挡风，这个举动让他非常的感动。
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。但让李一江意外的是，这个大叔也许是喝多了，不但一直紧紧地搂着他，还在他的脸上亲了又亲。两人踉踉跄跄地走到一个花坛边，此时大叔的手已经在李一江身上摸了一个来回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李一江并没有拒绝，相反还感到了某一种温暖。只是在他的意识里，这种行为有一点让人难为情。还没等李一江完全反应过来，他就被大叔拉进了树丛里。而在腰带被解开之后，李一江就被这位大叔直捣黄龙，一阵从来没有过的疼痛传遍了他全身，一下两下，大叔似乎根本没有要停下的意思。李一江的大脑里一片空白，他的眼泪在剧烈的疼痛中飞溅着，他很想喊出声来，但是四周空无一人。当李一江完全酒醒后，他才意识到大叔对自己做的事情，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让他有点不知所措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李一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家里搬出了一把杀猪刀，然后每天带着它上下学。他一直等待那位大叔的重新出现，可连续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他都没能如愿。如果说黑色的亲情使李一江染上了抑郁，那么1994年12月，那位大叔对他的性侵，则让这股抑郁铺上了仇恨的色彩。李一江深知，要想摆脱这些痛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读书离开新疆回到北京，那里才是他的天堂。2000年9月，李一江就成功被北京理工大学录取，就读于成人教育学院的计算机专业。随着青春期的发育，李一江是越长越帅气，将近1.8米的大个子配上俊俏的脸蛋，对学校里的妹子是非常的有吸引力。在学校里，他性格随和，学习刻苦，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。考上大学后的第1个学期，李一江的生活和学费都是由家里人来负责。可是从第2个学期开始，他家里寄来的钱就越来越少，而他就不愿意开口向姑姑要钱。为了生活费和学费，李一江就开始到肯德基打工。而当时，李一江每天在2家肯德基打工，一家做早工，另外一家则做晚工。周围的同学都劝他不要这么辛苦，因为李一江怎么看都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而自尊心极强的李一江也只好表示自己想独立养活自己。而此话一出，周围同学更是调侃道：不怕富二代开法拉利，就怕他们比你还努力。与此同时，同学们还发现李一江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。这位同学表示，在大一的时候，有个在附近高校读书的女孩经常到宿舍来找李一江。这个女孩子个子很高，长得呢也非常的漂亮，是在成人高考补习班时认识李一江的。这个女孩每次来时都会带点小礼物，但是李一江对她呢却一直不冷不热。而就这样，大概持续了2个多月，看到李一江没有什么反应，这个女孩呢就很少来了。好奇的室友就问李一江：你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女朋友吗？而对此，李一江就解释说自己对她没有感觉。而这时有人就开玩笑说李一江是个同性恋，所以才不喜欢人家。而李一江起初并不承认，他觉得自己不是同性恋，也许是因为母亲的虐待，让他从小就非常讨厌女人。而后来同学再问他是不是同性恋，他都懒得辩解了。2002年6月，李一江来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一个酒吧，在这里，他的命运列车再次偏离轨道。而引骗李一江的人是个比他只大1岁的男子唐某。唐某是北京人，父亲呢是某企业的总经理，而母亲则是政府高层领导。唐某从名牌大学毕业之后，就直接去了一家著名的外企工作，成为了高级白领。工作后，他就从家里搬了出来，单独住在海淀区的一套房子里。但英俊潇洒的唐某实际上是个同性恋，他来酒吧就是来寻找同道中人。而李一江也是误打误撞来到了这个基友酒吧，当他刚坐下时就被唐某盯上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2点。而在酒精的作用之下，李一江就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。唐某听完后觉得非常的震惊，他表示愿意无偿帮李一江渡过难关，如果李一江愿意的话，可以搬到他的房子和他一起住，反正那么大的房子自己一个人住也是非常无聊，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呢，那就帮我负责搞卫生。而在冰冷的大城市里，唐某的善意就让李一江非常的感动。聊天中，李一江获悉唐某是个同性恋，
而半夜3点时，李一江和唐某两人就从酒吧里走了出来。唐某邀请李一江到他那里暂住，李一江很紧张，但他最终还是答应了。而在助手昏黄的灯光下，唐某就开始亲吻李一江，接着直接把他推倒在床。尽管李一江很清楚唐某不会伤害他，但是他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在倒下的那一瞬间就突然愤怒起来。因为唐某一丝不挂地向他展示健硕的身材时，李一江突然想起了15岁时那个血液，想起自己被侵犯后的仇恨，所以就一把推开了唐某。这让唐某有点吃惊，但是看到李一江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神，他就明白了一切。他揪起床上的被单，轻轻盖在了李一江身上。当晚两个人一直聊到了天亮。李一江把少年时的屈辱全部说给了唐某听，而唐某也给了他很多安慰。从此之后，唐某就成为了李一江形影不离的伴侣。确切的来说，是李一江被唐某给包养了。唐某负责李一江生活和学习的所有开支，而作为报答，李一江则把唐某的住所给收拾得非常的干净，而且非常的温馨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唐某请了个保姆。即使知道这有违常理，但李一江还是沉迷在这种狂乱的同性之爱中。在内心里，李一江还是希望做个男人，但现实的挤压一直强迫他在男女之间来回转换。在这种矛盾中，他越来越没心思学习。大一期末考试中，他连挂了3门课程，最后索性直接放弃了学业。大二上学期时，根本没心思参加考试。从2002年9月开始，他从学校退学，然后搬到了唐某的住处，跟他过起了所谓的夫唱妇随的日子。唐某害怕李一江一个人在家里会非常孤独，就专门给他买了条宠物狗。但是李一江并不愿意一直吃软饭，他想出去做点小生意，而这个想法得到了唐某的支持。他拿出了1万块，在某商场里租了个服装摊位，让李一江负责经营。但是李一江并没有经商的天分，还有能力，每个月最少都要亏到1000多块钱。在2002年年底时，李一江遇到了一个叫娜娜的北京女孩。娜娜是服装店的导购员，不但人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对服装也很懂行。和李一江认识后，经常主动陪他去批发市场进货。那有娜娜在，李一江呢也总是能够批发到低价而且很流行的衣服，那自然也就卖得好。有时候娜娜下班之后还会直接过来帮李一江卖衣服。如果收摊收得早，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。逐渐的，李一江就知道娜娜爱上了自己，但他很矛盾。自己确实也很喜欢这个女孩，但自己是被男人包养的人，已经习惯了女性的角色，如果重新做回男人，他不知道自己行不行。而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，李一江就暗示娜娜自己是个同性恋。他以为娜娜知道之后会很快提出分手，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娜娜知道之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对他好，并且试图改变他。而这一次，面对这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，李一江真的动心了。他非常的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爱情，他觉得只有在娜娜面前，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2002年10月的一天，北京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，而恰巧这几天，唐某到外地出差。傍晚时呢，娜娜从商场出来以后，李一江就把她带回到自己的住所。看着娜娜那白嫩纤细的身躯和羞涩的表情，李一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所有的血都涌到了头上，近乎疯狂。这是他第一次与异性发生了肌肤之亲，但也是最后一次，因为在这之后不久，他的人生就被一次暴力虐待事件给彻底改变了。正当娜娜准备改变李一江时，他突然发现李一江开始故意回避自己，而逐渐的，这种回避就浇湿了他那颗求爱的心。2003年年初，李一江就把服装摊位给转了出去。2月1号这一天，李一江就约了娜娜，两个人正式分道扬镳。娜娜只记得当时李一江非常的暴躁，而让自己要忘掉他，永远都不要再找他。而那一天，李一江分手之后也喝了很多酒，喝完之后还当着朋友的面直接嚎啕大哭。与唐某同居后，虽然李一江对唐某产生了感情，但是这种感情混有金钱的杂质，远不是纯粹的爱情。一个需要钱，一个需要性。唐某虽然很喜欢李一江，但他还是把李一江介绍给了自己的同性恋朋友。
那由于当时同性恋群体数量比较少，而且大家呢都比较低调，所以想在这个人群中满足自己的性需求，难度还是非常大的。而在他们这个圈子里，根据男女生理特征的区别，他们就把男性称呼为1号，把扮演女性的男性则称呼为0号。而像李易江这样出色的0号是非常少见的，他既有男性健硕的身材，又有女性性格上的柔弱。但是这种柔弱一旦被侵犯，就会变成致命的报复。而在李易江的意识里，他对唐某的感情是不可亵渎的。唐某把李易江介绍给别人的同时，也给他带来了被玩弄的耻辱。因为在与这些同性恋群体的性关系中，李易江往往都是处于女性的角色，而这种被充当玩物的感觉，让他根本就无法接受，甚至是非常的耻辱。2002年11月底，李易江就到招人区的一个舞厅跳舞，跳到一半时，他认识了4个陌生男子，年龄都跟他差不多。聊了一会儿之后，几个人就获悉彼此都是同性恋。那接着，这4个人就提出要到别的地方去玩，而李易江来不及多想就同意了。他来到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个私人住处，几个人就继续喝起了酒，那期间也继续吹水，还说着许多少儿不宜的话题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原本酒量挺好的李易江在那里还没喝上几杯就已经倒下了。半夜3点多钟时，他醒了过来，结果发现自己一丝不挂，身上呢还被人用绳子绑着，绑在屋里的暖气管上。刚才聊天的4个男人，此时也全是一丝不挂，正在轮流强暴他，同时还用鞭子抽打他，用蜡烛和烟头烫他。整个过程持续了足足1个多小时。回到住处后的李易江放声大哭，他的心里就像被尖刀狂刺那样疼。他恨自己太傻，怎么能够如此就轻易相信别人。他看着屋里那把30公分长的西班牙军刀，李易江复仇的火种瞬间被点燃。他把原本就锋锐无比的军刀磨了一遍又一遍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都会到舞厅附近徘徊。一段时间后，他终于找到了其中一人。他暗中跟到对方住所，发现这个男子住在丰台区的一个平房。这个男人回到住处后没多久就离开住所，来到了酒吧。而等那个男人的电脑闹钟下线后，李易江就赶紧上前记下了他的 QQ 号码，也查到了这个男人进入的聊天室，叫做北京同志。回到住所后，他马上就加入了这个聊天室，并且申请添加这个男人为 QQ 好友，不停地在网上等待他的出现。2003年1月17号这天，李易江终于等到了回复。原来对方的网名叫做收费奴，聊天时对方还表示可以当0号，被捆绑被虐待都可以接受，全过程只需要800元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李易江当即都同意了。收费奴看到李易江之后就非常惊讶地说，怎么是你呀？因为他发现李易江看起来非常的眼熟，他似乎想起了曾经虐待他的事情。但是李易江害怕自己被认出来，就糊弄说这是缘分啊。接着他就上前开始挑逗收费奴，让他放松警惕，还脱掉了他的衣服。将他捆绑起来之后，李易江就直接进入了他的后花园。运动结束后，李易江就举起了军刀，直接刺了过去。那接着李易江就用刀在这个男子的喉咙上来回划了几下，为了表达报复后的快感，临走之前，李易江还往屋里的沙发上扔了800块。这点钱就当是给你上黄泉路上的通关费吧。而为了顺利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，在作案之前，李易江就把娜娜约了出来，正式提出了分手。但是他没有说出分手的真正原因。他造化弄人，你爱的人他不爱你，你想爱的人却没法去爱。解决第一个人后，李易江在中关村一带找到了第二个目标。和上次一样，他也是先跟踪，再偷偷获取到联系方式。而这一次的目标是个在校的外语研究生。在晚上聊熟之后，李易江就带着自己的刀到了他的家里。那一阵小高潮过后，李易江就把音响开到了最大声。他伴随着音乐的节奏，李易江对猎物的折磨也来到了高潮，最后直接帮他割喉上路。接着是第3个26岁的目标。在4个复仇目标中，这个人年龄最大，身体最强壮。李易江杀死他之后，还用军刀给他开膛破肚，另外还免费送了阉割手术。那至于倒数第2个目标，
他则是个在校大学生，在一家宾馆里被李义江给虐杀。那根据官方的统计，还有李义江交代的口供，他总共杀害了5名男性，而这5个人全部都是男同性恋。他捅了他，他杀了他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杀戮中，李义江体会到了快感，而这种快感远不是简单的多巴胺能够匹息的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猫与老鼠的追逐已经悄然拉开。从2002年年底到2003年3月，北京连续出现了多起凶案，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。2003年4月4号这天下午，李义江就被警方正式逮捕。其实对于李义江来说，他何尝不渴望男人的强大还有尊严呢？但是最后又不得不依附于现实中的男人，这种痛苦最后直接转化成他在杀戮时的宣泄，甚至是报复。而在男人与女人之间，李义江被迫选择成为了女人。他喜欢男人，又痛恨男人，而最终他选择杀掉逼他成为女人的男人。其实同性恋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永远是丑陋的人性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个发生在美国的罪案，死者被连刺18刀，因而惨遭捂脸窒息的背后，隐藏的是一场糟糠之妻和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。一位台湾商人和大陆女孩风流叙事，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得从1993年8月16日的美国洛杉矶说起。那天下午2点，一个中年男子走进社区大门。虽然他一路上都沿着树荫走，但8月的酷暑依旧不肯放过他，不停从他身上炸出汗水，以此安抚燥热干渴的大地。站在门口，男子按了好一阵门铃，但都没人开门。看着楼外的红色轿车，疑惑的他放下手中的行李，走到1楼门口大喊：“燃冰，你在吗？是我，老彭。”可不管他喊得多大声，按了多少次门铃，大门依旧岿然不动。心急的男子来到物业管理处，向管理员索要1622公寓的备用钥匙，因为自己按了很久门铃都没人应答。可管理员表示爱莫能助，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1622公寓来访登记名单中。吃了闭门羹的男子只能留下一张便条，然后走到物业办公室等候，脑海里不停闪现着2个女人的身影。可到了下午5点半，物业准备下班时，男子要等的人依旧没回来。失望的他只能推着行李箱从管理处离开，独自蹲在1622房门边上。这一等又是6个小时。晚上11点35分，实在无法忍受的他试探性地推了下房门，却惊讶地发现原来房门一直都没有锁。漆黑的死寂让他很是不安。开灯走进客厅，一副惨烈的现场便迎面撞来。自己苦等1天的女人此时正一动不动斜躺在客厅沙发上，周围还有大量的血迹。还没来得及仔细查看，男子便立即冲进卫生间，划出一阵悠长的水流后才走出客厅，跑到楼下狂敲邻居大门：“你好，我的太太被杀了，儿子也不见了，我能借你的电话报警吗？”5分钟后，警方来到了公寓，在门口，警员看到了一张便条：“燃冰，回家后可到管理员办公室，我在等你。”走进客厅，探员看到一个身穿黑裙的亚洲女人斜躺在沙发上，一条腿搁在沙发上，另一条搭在地毯上，左胸处有一大片黑紫色血块，身上被连刺10几刀，白色的内裤被扯到大腿上面，左手还拿着婴儿用的喂奶围裙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卧室里几个月大的婴儿也惨遭毒手，1屋2命。惨烈的现场让法医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到底是哪个天杀的家伙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探员立即将报警的中年男子带回了警局。根据调查，他叫做彭增吉，是一名来自台湾的商人。公寓的死者名为季燃冰，是一位来自中国青岛的25岁女子，比彭增吉小了25岁。婴儿名为季启威，出事时只有5个月大，嘴巴被人用衣服堵住，然后遭遇枕头按压窒息死亡。当从大使馆得知女儿的死讯后，
季然兵的家人一脸茫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女儿怎么会突然在美国遇刺身亡？女儿又是什么时候怀的孕？就在他们倍感疑惑时，彭增吉的电话让他们大概知道了真相。电话中，彭增吉表示自己会承担一切费用，包括购买机票、入住酒店、追悼安排等等。几天后，季然兵的父亲虽然如愿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但他却再也听不到女儿的声音。看着躺在停尸房的女儿和外孙，他流下了比滴血还痛苦的泪水。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可想而知。从停尸房出来后，季然兵的父亲季卓传连问彭增奇3个问题：你和我女儿是怎么认识的？这3年来你们又是如何发展到这种关系的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女儿带到美国？对她，你是否有过什么承诺？听到承诺2字，彭增奇默默低下了头，点燃了口中的香烟。为了安抚季然兵的家人，彭增奇表示自己不在乎钱，愿意拿出10万美金，希望自己能够代为处理然兵和孩子的后事，在8号火化尸体和举行追悼会。对此，季卓传坚决反对，因为按照山东老家的习俗，遗物要和逝者一起走，而当时他们尚未整理好遗物，彭增吉就想匆匆火化追悼。对于季然兵的家人来说，他们内心是五味陈杂，他们对彭增吉的安排非常不满。当着记者的面，季然兵的父亲季卓传说：“我本以为彭先生对我女儿多少还有点感情，但现在看来是我们一家人太天真了。彭先生之所以会如此主动为我们女儿处理后事，全然是因为他生意繁忙，在台湾还有7世儿子，不想自己生活和形象被过多干扰。他是如愿以偿，可谁来体谅失去女儿的我们？”一个50岁的台湾商人，一个25岁的青岛女孩，一个只有5个月大的婴儿，这起惨不忍睹的凶杀案被曝光后，就立即引起了华人社区的高度关注。许多人都怀疑季然兵是彭增吉的小三，因为惹恼对方惨遭杀害。可如果凶手真的是彭增吉，那他为何还要在公寓门口苦等数小时？他完全有能力和有时间在作案后离开美国回到台湾，况且美国和台湾当时并没有罪犯引渡协议，彭增吉完全有作案后逃之夭夭的机会。另一边，被带回警局问话后，彭增吉次日就恢复了人身自由。因为暂时没有证据能证明凶手是他，为了侦破案件，成县警局在原本紧张的警力资源中抽调了4名探员，组成小队调查该案。而法医鉴定处的200多名实验室人员更是马不停蹄地对现场的痕迹进行整理分析。短短几天，探员分别单独约谈了几十个死者的周围人员，包括报案人彭增吉、彭增吉的妻子林黎云、死者保姆、死者邻居等等。根据资料，死者季然兵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，父亲是建筑设计师，母亲则为医生，姐姐是电机工程师，妹妹当时正在攻读大学。季然兵年幼时便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聪颖，同时个性活泼，体格健美，深得学校师生的喜爱。大家都认为他以后肯定大有作为。毕业之后，季然兵在青岛王朝大酒店担任高级管理一职，任职期间，他的能力更是深得同事和上司的肯定。而他与彭增吉的相识，也正是在王朝大酒店中。彭增吉本以为季然兵只是个长得比较漂亮的酒店公关，可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落落大方的自信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返回台湾后，彭增吉更是多次写信和致电季然兵，从生意场到人生经历，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凶手究竟是谁呢？就在众人焦急等待之际，法医传来了新消息，他们在死者季然兵的左臂下发现了一处齿痕，上面还有一小片唾液。一比对，发现这牙齿的印记跟彭增吉妻子林黎云的牙齿高度吻合，但凭借这点，无法判定凶手就是林黎云。好在这齿痕上还留存着细胞，而细胞上的 DNA 和林黎云完全相吻合，所以凶手就是原配吗？理论上说，好像的确是，但现实中对警方的破案逻辑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不能说因为在死者身上发现了第三人的 DNA， 就直接说这个第三人是凶手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女人和男友在公寓醉酒狂欢，结果几天后，女人被发现暴毙在公寓，凶手不一定是男友，因为完全有可能是其他人在死者男友离开后杀害了她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犯罪困境。另外一方面，
季然兵这个案子是发生在1993年，那时候 DNA 刑侦技术的应用并不像如今这么普遍，每次检方用 DNA 作为证据起诉犯人，都需要用一堆的表格和数据说服陪审团，让他们相信 DNA 这玩意儿。而且美国警察的办案程序是先掌握确凿证据才抓人，不然到时候辩方律师会把你反诉到怀疑人生。案发一段时间后，由于警方破案进展缓慢和生意需要，彭曾吉和妻子一起返回台湾。直到4个多月后的1月5日，两人又飞往美国接受审问。在审讯中，警方询问了林黎云此前案发时脚上伤痕的由来。林黎云的回答依旧是自己在家中不小心跌倒，还说小儿子有看到，但警方在对小儿子单独审问时，他却说没看到。更加可疑的是，包括丈夫和2个儿子在内，林黎云家里只有她没有通过测谎。精明的丈夫多少闻到了警方对自己妻子的怀疑，但他坚决认为凶手不可能是自己妻子，因为这么多年来妻子是怎么样的人他都看在眼里。况且如果妻子真是凶手，那为何他还敢陪自己回到美国接受调查？可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警方发现这2个女人之间的联系越发微妙，主要分为几个方面。其一是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作案条件，彭曾吉是在8月18日发现死者遇害，而就在遇害前3天，林黎云从台湾飞到了美国，两人的住所仅仅相隔5公里。丈夫的出轨，小三的上位，更是给了林黎云充分的作案动机。季然兵虽然没有和彭曾吉登记领证，但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，他的儿子还是拥有继承彭曾吉部分财产的权利。和丈夫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的林黎云真的能忍受吗？其三，如果凶手不是和死者有深仇大恨，怎么会连刺对方18刀，而且是一开门就将其推到客厅的沙发上，作案后也没有拿走屋内的贵重物品。顺着这个方向，警方用尽各种方法试图揭开两人的关系。他们有很多疑问需要知道答案，包括林黎云真的不知道死者住所地址吗？对丈夫和这个女人的关系，她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一个个说。根据林黎云的口供，在案发3年前的1990年8月，丈夫到大陆洽谈生意，其中一个站点是青岛王朝大酒店，也就是这间酒店，丈夫认识了季然兵。原本是很正常的出差，可丈夫一回到台湾，家里电话费就猛涨。此后，丈夫又到大陆哈尔滨谈生意，带回数笔订单的同时，还带回一件有口红唇印的女人上衣。经过好一番追问后，丈夫才说出是一位叫季然兵的女孩送的。醋意大发的自己便立即致电季然兵，要求他停止对自己丈夫的纠缠。林黎云表示，自从这件衣服开始，她就担心丈夫在外面和大陆的女孩纠缠不清，因为当时随着两地经济合作的加强，很多港澳台商人纷纷到大陆开拓市场，而看到腰缠万贯的富商，许多北国佳丽往往会心动不已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而苦的唯有和这些花心男人走过咸菜白粥日子的原配。1990年12月，也就是案发3年前，丈夫提出要聘请富有才华的季然兵到上海工作的决定，但被自己极力反对。而季然兵在电话中也同意不到上海上班。可仅仅过去1个多月的1991年1月，季然兵就成为了上海公司的总经理助理，甚至公司内部还一度盛传两人的婚外情。到了2月份，自己飞往美国寻找丈夫，不料在家中发现了季然兵大量的名牌衣物，一气之下便将它们剪破撕烂。看到丈夫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，虽然很是气愤，但并没有到达要杀人的地步。说着说着，林黎云便潸然泪下。林黎云的这番陈述被公开后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。华人社团中的很多台胞认为，季然兵这个破坏别人的家庭的小三是死有余辜，但也有人认为，就算季然兵有错，那也错不致死，更何况那个婴儿只有5个月大，连这么弱小孩子都不放过的人，比小三更可恶。除了死者的左臂上的 DNA 这项证据，检方其实还亮出了一项证据，那就是警方为彭曾吉夫妇录下的一段录音，而这段录音中两人的交谈内容间接证明了林黎云就是凶手。面对检方的指控，彭曾吉以每小时600美元的高薪为妻子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、法医专家帕顿，以及当时赫赫有名的律师薛曼。
前后花费了数百万美元。在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下，案件第一次审判因无法达成协议留审。第二审，法院判处林丽云罪名成立，但却遭到上诉法院的否决。第三审更是吵了足足3个多月的时间，但还是再度留审。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，林丽云承认蓄意杀人罪，被判11年，但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在监狱服刑8年后的2001年刑满释放，回到台湾。一个是陪自己走过几十年风雨的糟糠之妻，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红颜知己。彭增吉一直纠结到底是选择爱情还是选择亲情，可这份纠结和懦弱却招来一场两盘皆输的局面。自己明明是唯一的罪人，却让2个女人为自己买单。香消玉殒，人走茶凉，世界岂止一个季然冰，又岂止一个彭增吉？对于彭增吉来说，家中的糟糠之妻就如同百合花，与他的婚姻生活就如同百合花上平淡无味的白色花瓣。而年轻貌美的季然冰则像路边激情红火的带刺玫瑰，可这股红与那片白注定是不可调和的颜色，轻轻一碰便是带血的悲剧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